有一天晚上，你在夜光的照耀下慢慢走回家中，但此时的家中却空无一人，家人们全都消失不见了。明明桌上的饭菜还是热的，时钟还在不停地旋转，但就是人全都不见了。于是你走到门外，你发现这栋楼里的人都不见了。你又走到小区门口，发现整个小区的人也不见了。你打开手机，发现信号全无，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好，我是布莱德瑞。今天这起事件被称为美洲最古老的未解之谜——离奇消失的迪亚诺克村。这起事件是早期的人类集体消失事件之一。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十分羡慕西班牙在美洲获得的财富，于是也开始派遣舰队前往美洲。这场移民计划前后派遣了3批人，除了第一次较为成功以外，后面2次都发生了不小的意外。第2批先是遭遇了好几次暴风雨，船队为此丧失了大批粮食，最后只有100多人抵达了美洲大陆。虽然还是成功建立了殖民地的据点，但对于粮食的不足，他们只能向当地的原住民求助。但当时的原住民的生活向来都是自给自足，他们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双方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最终，殖民者冲进原住民的部落里，烧杀抢夺。他们杀害了大量原住民，甚至将原住民的酋长斩首示众。因为这起事件，其他部落的原住民从此彻底的痛恨殖民者。也因为原住民的仇视，英国将这100多人陆续接回了英国本土。不过，就在短短几个月后，英国再次发起了殖民行动。1587年，当时由华特洛利爵士资助和组织的约116名英国殖民者抵达了北美洲的洛亚诺克岛。他们在这里开发了新的殖民地。新的殖民地州长约翰·怀特为了收集物资回到英格兰，但当时爆发了英格兰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面对强大的西班牙舰队，殖民计划就这样耽搁了几年。1590年，怀特终于回来了。然而在快到达的时候，他们看到远处的村子升起了狼烟，这是向他们求救的信号。当救援军队来到村子时，已经天黑了。进村后，士兵发现村里各家的门都敞开着。走进每户人家，他们看见餐桌上还点着蜡烛，灶上也做好了热着的饭菜。洛亚洛克村的村民显然正准备吃晚饭，但是男女老少，包括家禽家畜，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通通都消失了。走到村外后，在神父家附近的一棵树上被刻着几个大字，众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在1670年，修女艾米丽提供的证词里说，刻在树上的单词的意思就是灾难难免。救援军队的指挥官怀特向总督报告了整个村庄的村民全都消失不见的事情。显然总督并不相信。之后他们又派遣了4个搜寻队进行寻找，所有的搜寻队在村庄里都没有发现有敌人袭击的迹象，没发现一滴血一根毛发。村庄周围的树林搜寻队也检查了一遍，但也毫无所获。当地的印第安人部落一直和洛亚诺克村的村民相处愉快，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他们也把印第安人的村庄给搜寻了一遍，但也没有任何结果。最后怀特只好给女王送去紧急报告，称是魔鬼抓走了村民。洛亚诺克村的村民消失，直到今日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村民们的去向也开始众说纷纭，有的说因为当时爆发了瘟疫，所以村里人都匆匆地跑走了，有的说是海盗进攻将他们都捉去了，当作俘虏，也有的说他们是坐着破旧的帆船想回英国，但途中却遭遇了暴风，全都葬身海里。更甚至有一种离奇的说法，说是有一位印第安巫师给村民施了巫术，
结果导致村民集体走进波涛汹涌的大海，自尽。针对种种谣言，有人提出反驳，说当时的海盗其实从未到过美洲大陆，并且诺亚诺克村肯定拥有一定的自主防卫能力，绝不可能在经历战斗后，现场仍然保持毫无战斗的模样。在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之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确实是魔鬼抓走了村民。诺亚诺克村村民消失事件，也成为了人类历史史上最离奇的未解之谜之一。到了现在，专家根据怀特留下的地图加以分析，发现上面有2处补丁，一处确实是为了掩盖地图上的错误，而另一处则在隐匿北卡罗来纳州东北部的一块菱形图文，这在地图上代表着堡垒的意思。专家表示，目前无法得知为什么怀特当时要遮盖堡垒图案，但它或许真的是诺亚诺克殖民者预计开拓的地点。不管怀特是否有意隐藏村民的行踪，还是他们真的消失在魔鬼之手，我想这些谜团终将一一被揭开。